黄石公园历险记。那是多年之前9月份的某一天，当我引领一个15天的美国旅行团时，所发生的突发事件。当天，当地旅行社 Local Agent 安排了在靠近黄石国家公园游客服务中心 Visitor Center 的一家特色餐厅品尝烤牛排，结果却发生了一个超级出乎预料的事件，让我们不仅吃到了美味的牛排，还体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露天烤肉派对。现在就让我来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吧。当天上午11点，我和团友们来到了这一家特色餐厅，准备品尝他们出名的烤牛排。但是当我们到达餐厅时，却发现因为大烤箱电力系统超荷过载而故障，餐厅将无法供应这次的特色餐了。当时大家都感到非常失望和困惑，因为我们已经期待这顿午餐很久了。餐厅经理与我开始想办法找其他地方可以吃饭，但是黄石公园里的餐厅并不多，而且没有事前的预约，也难以招待多达25位的游客餐食。后来我们想到了一个点子，既然餐厅不能提供午餐，那我们就自己动手做吧。于是我们前往公园里的旅游咨询中心寻求帮助。在那里，我们问了工作人员是否有其他地方可以买到食材和烤肉用具。他们告诉我们，公园里有一个露天烤肉区，可以自己烧烤食物，但是我们需要先买些火炭与烤肉网才能使用。于是我们决定前往附近加油站购买需要的应用物品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加油站距离露天烤肉区有点远，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。这时，一位好心的旅游咨询中心的工作人员看到了我们的困境，主动提供帮助。他告诉我们详细的路线和注意事项，还给了我们一些有用的建议。在加油站买好应用物品之后，餐馆经理与大厨与我们一同来到了公园内的野营地附设露天烤肉区。这里有许多人在烧烤、野餐和玩耍，气氛非常热闹。我们找到了一块空地，开始准备烧烤。当时我们带了一些牛排餐厅为我们准备的调料和食材，比如酱料、香料、生菜、番茄等等。我们把牛排和其他食材放在烤架上，开始享受餐馆大厨与自己动手做饭的野炊乐趣。在烧烤的过程中，我们还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，比如在过程中，我们团友在烧烤时不小心把香料洒到了旁边的外国人身上，当时那个人非常生气，但后来看到我们都很诚恳地道歉，他也渐渐地冷静下来，最后还和我们一起品尝了美味的牛排。在这个小插曲当中，坐在这位团友隔壁的女伴，为了要闪避泼洒的香料，这位穿住短裤的女孩在跳开座位时，不慎被野餐桌的桌角横梁擦伤了右小腿。当时这位女士只是用餐巾纸擦去了渗出的血丝，就忙住继续去吃她的生菜沙拉了。最后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露天烤肉派对。餐厅经理为团体准备的超大盘以千岛酱搅拌的生菜沙拉很爽口，牛排也烧烤得刚刚好，口感、口味都十分美味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还结识了许多当地的新朋友，一起分享美食，也比手画脚的聊得很愉快。回想起这次旅行，这次露天烤肉派对无疑是其中最难忘的回忆之一。即使餐厅不能提供场地，但是我们靠着个人的智慧和勇气找到了解决方案。这次经历让我深刻地体会到，旅行就像一场冒险，在每一次不同的挑战中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和成长。作为一位称职的观光团领队，对于所参访国家、景点有关人、事、时、地、物的了解当然至关紧要，但是化危机为转机的能力，就要依靠自心所仰仗的热忱了。若能把大家的最大利益作为优先考虑，那么任何的难题，在我们的相互体恤、共同努力之下，都不难迎刃而解了。其实这段经历还有后续的发展，朋友们若是还有兴趣，那就听听老狼慢慢道来吧。5天之后，我们的行程走到了纽约市，由纽华克 Newark 机场到当晚投宿的旅馆行车过程中，泼洒香料的男士告知，擦伤右小腿的那位女孩不但伤口严重恶化发炎，还开始发高烧了。安排全体团友住进旅馆之后，搭计程车陪伴这位病患与他身边的男士，一同前往当地的区医院 General Hospital 就医。
经过医师诊断，女孩因伤口感染而并发了蜂窝性组织炎 （cellulitis）， 必须住院观察至少5天。女孩询问5天的住院费用，查询并告知她金额之后，当时挂着点滴注射器软瘫在病榻上的她，当场大叫一声：“我要回家！”幸好当时旅游团的旅游平安保险都有急难救助的服务项目，同时美国东岸 Atlantic Coast 与台湾正好日夜颠倒，方便各方面的联系。于是益智汇台湾的旅行社告知病患家属，通知承保的保险公司，请求协助。2. 电话联系24小时执勤的航空公司定位组，请求当班经理协助办理后送事宜。3. 电洽当地旅行社 local agent， 特派协助的人员处理病患后送事宜。因为领队还有后续的3天纽约行程必须继续执业，领队的身份地位犹如贵宾们的马前卒，哪有可能在万般阻难当中扭转乾坤呢？其实，若是想要能够单枪匹马的解答，解决一切的疑难杂物，凭借的不过是一颗热忱的用心，以及十面八方的鼎力相助。回首前尘，一路走来，始终坚信，外在的一切会因为自心的一个念头而改变。也就是说，外在的一切都是随着心而转变。好比几朵花只能招来少数的蝴蝶，若有1000朵花，则可以吸引来一批为数不少的蝴蝶。同样的道理，一丝好的心念是可以感招来好环境的。诚心祝愿大家平安吉祥。May the force of good be with you。下回再见了。